俄乌冲突久拖不决，会陷入僵局，战场消耗十分巨大。普京要靠出售武器赚钱，以维持特别军事行动。那么，俄罗斯有哪些武器值得我们中国采购呢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评估，我是一评估。近期，俄乌冲突发生了微妙转变。乌军在接到新一批美西方的援助之后，组织了一些规模不小的反攻。虽然在正面战场上还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，但是俄军的后方却屡屡传来噩耗。不但其掌控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了多次袭击，同时其克里米亚地区也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。更让俄罗斯头疼的是，俄军的全面进攻似乎被遏制住了，以至于俄军近段时间以来的战果也乏善可陈。乌方甚至还传来消息，前线战斗的激烈程度已经大大降低，乌军士兵在发射完炮弹以后还能够进行常规的放送活动。不仅如此大量的西方企业也在重新进入乌克兰市场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俄罗斯已经被拖入到泥沼之中，并且似乎有些后劲不够了。众所周知，战争需要庞大资金才能得以维持。一方面，俄罗斯经济本就不景气，遭受美西方打压多年，如今更是与乌克兰交战半年了。据说俄罗斯每天为了军事行动至少要花费数亿美金。虽然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，俄罗斯凭借天然气的能源小赚了一笔，但是要填补战场上耗费这么大的一个窟窿，估计也不会有多少冗余的。近日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公开向亚洲、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盟友推销先进武器，当然主要是为了给美国制造压力。毕竟美国这么多年到处树敌，一旦美国的敌人们得到了遏制武器，必然会给美国制造很多的麻烦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，俄罗斯肯定也想通过出售武器来赚其资金，以维系其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攻势。如今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，虽然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，不会向乌克兰出售武器，但是向乌克兰采购武器并不违反原则。那么俄罗斯有哪些武器值得我们中国采购呢？坦白的说，俄罗斯展示出来的这些常规武器并不能吸引中国，毕竟中国早已是今非昔比，在常规武器上毫不逊色俄罗斯，甚至与军事力量第一的美国都可以一较高下。但是俄罗斯毕竟家底儿深厚，还有其他一些武器也还是非常值得我们中国来采购的。第一个可以考虑的就是俄罗斯最新研制的 S-500防空系统，它结合了射程远、拦截力高的特点，并且具备强大的反导防御能力，防御范围更是高达600公里，探测范围甚至能有数千公里。虽然中国也有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，但是相较于俄罗斯这个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，所以完全可以采购回来进行学习和研究，这也会为我国下一代的防空系统研发打下坚实的基础。第二个，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图160也是可以考虑的目标，这对俄罗斯来说已经不是非卖品了。此前就有消息传出，印度已经和俄罗斯达成了图160战略轰炸机的买卖合同，只要中国能付出让俄罗斯满意的价码，相信到手的难度也不会太大。要知道，近些年来我国研制的轰20战略轰炸机一直未能出炉，如果早先有俄罗斯的图160战略轰炸机作为参考，相信能够带来极大的助力。当然，有媒体说中国的轰20快要收飞了。即便如此，
我们也是不会介意再多一款战略轰炸机的。此外，还有俄罗斯海军赖以成名的亚神级攻击核潜艇，或者白风直升级战略核潜艇，也是比较不错的选项。据说我国的核潜艇一直被诟病发出的声响比较大，容易被敌方所侦测。毕竟我国在发动机技术上起步比较晚，还承载一定的单板。如果能够获得这2款核潜艇，相信我们中国在核潜艇的技术上必定会向前迈进一大步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俄罗斯一直以来的禁卖品，要想与俄罗斯达成交易并不容易。当然了，中国有句俗话，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。如果只把军事科研重心全部放在学习借鉴其他国家上，那也是非常不可取的。也就是说，无人能否从俄罗斯手中采购到先进武器，对我们中国来说，不过是失之我命，得之我幸，大可不必太过纠结和烦恼。好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